深山独居男人在上山的路上发现大型土蜂窝，在没有任何护具下，将它们一个个踩出。深山独居的男人眼见着天空阴沉沉的，便决定攀爬眼前这座巍峨的山峰，寻找宝贵的资源。当他攀爬到山中途时，凭借多年来在丛林中积累的经验，他一眼就察觉到这片土地的不寻常。草地上的植物已经全部干枯，然而周围却有大群土蜂在盘旋飞舞。男人走近，蹲下来拨开枯草，他发现了一个洞口，洞口上有众多的土蜂在来回穿梭。这一切证实了他的猜测，这里绝对是土蜂的巢穴。于是男人决定深入其中，一探究竟。男人点燃一片纸，然后将纸片放在洞口，因为他知道蜜蜂害怕烟雾，用烟熏可以让它们弃巢。烟雾的干扰让蜂群误以为发生了火灾，它们陷入了恐慌，纷纷熄灭，准备逃离。蜜蜂在逃离前会大量稀释蜂蜜，导致它们的腹部膨胀，无法使用是针进行攻击。这是养蜂人常用的方法之一，但也不可否认，它对蜜蜂造成了一定的伤害。男人用砍刀将洞口周围的植被全部清除，然后仔细观察洞口内的情况。洞内传来群蜂的嗡嗡之声，这明确了他的判断，巢穴内肯定有大量土蜂。他继续清理土坡上的植被，不久后又发现了另一个洞口。男人估算，这个洞穴至少有10英尺长。为了尽快揭开泥土下的秘密，他加快了动作，用砍刀开始挖掘。尽管最初进展缓慢，但这并没有减弱他的决心。不久，第一个土蜂窝露出了端倪。当男人将泥土块移开时，一系列的土蜂窝显现出来。他继续向右边挖掘，土蜂也跟着飞出。但男人毫不退缩，只是用烟雾熏熏它们，然后亲手将泥土块挖出。几十块土蜂窝呈现在他眼前。这些蜂窝足以产出数十斤的蜂蜜。身边环绕着土蜂，男人却没有佩戴任何防护，他用手把蜂群慢慢的驱散，开始清点蜂窝。总共有16个，每一个都坚固无比，秘密也充足。男人准备好袋子，简单的套上塑料手套，准备开始采集蜂窝。他首先小心翼翼地将附在第一块蜂窝上的土蜂移开。然后取出第一块蜂窝，接着是第2块，第3块，每一块都充满了晶莹剔透的蜂蜜。第4块蜂巢较为坚固，土蜂们保卫的严密。第5块蜂巢越往右边越大，土蜂的数量也更多。男人稍事休息，又继续取出第6块蜂巢，它竟然和他的脸一样大。第7块也不逊色，第8块、第9块也相继被取出。就在他审视着第10块蜂巢时，第11块和第12块突然掉在地上，土蜂们嗡嗡作响。然而男人毫不害怕，慢慢的将它们也取了出来。
男人终于成功的采集了最后一块蜂巢。男人看着刚刚采集下来的蜂窝，他开心的难以言喻，因为这丰富的收获不仅能满足他的后续生活所需，还能拿到村子里卖掉，改善他的生计。最后，男人取出刀子，对蜂巢进行简单的加工，修剪掉不完美的部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蜂巢里的蜂蜜源源不断的流出来。这块块巨大的蜂窝充满了珍贵的营养价值。最后，男人将处理好的蜂巢装进清洁的袋子里，同时保留了最初的那个装满晶莹剔透蜂蜜的袋子。这个土洞里竟然隐藏着10几个蜂巢，这一幕简直让人难以置信。男人兴高采烈地提着刚刚采摘的蜂巢回家，他的脸上洋溢着满足和喜悦。他明白，这次的冒险不仅为他的生活增添了丰富的滋养，也将为村里带来一份宝贵的财富。这个故事是关于勇气、智慧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，而这位深山独居的男人以他的决心和技巧，成功地赢得了自然的馈赠。